如果说呀，想在国内寻宝找到黄金和宝藏，那么这里呢，绝对是你不可以错过的寻宝地点。OK， 欢迎到本期要塞小镇探索实录。被书包存在造成最近了。这里是一座被时代遗忘的小镇，时间仿佛被冻结在了100年前。关东军的宝藏，中东铁路的秘密，所有的线索呢都指向到了博克图。本期视频，我将继续带兄弟们探索我的家乡大兴安岭南部，去寻找100年前沙俄、苏联还有日本留下的遗迹。这里边整个区域啊，应该是沙俄和清朝当时签订的条约，然后允许他们在东北建铁路，大概是在1897年的时候开始修建，然后到1903年，整个区域开始投入使用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面前这条铁路应该是120年前的，彻底荒废了。看，铁路上已经长满了杂草和树木。博克图这个小镇只有2000人左右，别看它这么小，但是在历史上却被沙俄、北洋军阀、苏联、日本轮番争抢。这里发生过许多传奇的战争和故事，因为它处于大兴安岭山脊中心和嫩江平原的交汇。往西走呢是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往东走就是东北平原。说白了，在当时谁能控制博克图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整个中东大铁路的咽喉。这下边那个位置我看到碉堡了，那是其中一个，然后这2个是废弃的房子。这里位置应该是不让人随便进入的，但是咱们进去看看。我不是人。哎呀，哇！那整个房子木头都已经腐烂的特别严重了，尤其是棚顶，你们看一下，很危险啊！大家千万不要学我。你从这小门这出去。哎呀，妈锁死了！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，是中东大铁路的新安螺旋展线。918事变后，日本关东军侵占了博克图，为了抵御苏军，控制中东大铁路，关东军在这里修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，例如眼前这个隧道，东西两侧都有当时日军修建的要塞。这个碉堡不知道能不能进去，我们绕一圈看一下啊。诶，应该是封死了，绕了一圈没看着门。这边位置是阴面，所以说就焦黑很多。我们接下来啊，沿着这个铁轨往前走。但是这个碉堡我找了一圈，没有发现有记载，它只是记载这片区域的历史信息，但是碉堡的话是没有。我们往前看看，对面还有个碉堡，这里碉堡还是比较多的。其实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以后，在东北全境修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要塞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牡丹江东宁要塞、鸡西虎头要塞、海拉尔要塞，而博克图呢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侵略者在整个东北画出了一张巨大的防御网，因为他们知道北上侵略扩张，最终的强大对手就是苏联。为了巩固侵略统治，东方马奇诺就此诞生。我们现在看的这条铁路隧道啊，它不是当时沙俄修建的，是在1952年整体中东大铁路被咱们翻修以后，新的。从隧道东口出来之后，在我面前又能看到另外一个碉堡了。这个碉堡是可以进的啊。说实话，就这种地方，美国人都一样，几百年前的人也都一样，到处都是粑粑。走道上小心点，反正就好了。尤其是碉堡里，我们粑粑更多。门在这里，之前是锁的，但是现在开了。这整个碉堡吧，从上空看的话是一个心形，不知道当时建造是有意为之呢，还是在战略结构上有什么帮助，这个不太清楚。哎呦，钢筋水泥土，1楼的举架就这么高啊！这些窗户10几孔，哟，还有地下呢，这里啊，这下边这个隧道，我们先看看。哎呦，说实话，我这个背个包进来实在是不太方便了。哎呦，好窄呀！怎么下边全是瓢虫啊！我操！瓢虫坟地啊！你瞅瞅，满地瓢虫。哎呀，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啊？反正送运东西的吧，全是瓢虫，灰尘太大了。看，这是它的负1层，不知道下面这个地下结构是干嘛的哦，没有了解的。应该是存放食物的地窖，我感觉应该是。因为下边非常的阴冷，你知道吧？夏天的时候肯定也非常阴冷，挖的比较深。就这里
一点光都没有，他们应该是得拉电灯过来。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灯关了，彻底黑了，啥都看不清。这背书包从这走成费劲了。你们知道从这个地下出来最害怕啥吗？哎，你们一出来，一个日本兵拿枪指着你，但可有意思了。哇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，探索一下。这个是上层，现在也上不去了，之前应该是有梯子，都是没了。这是连通到地下的。这个堡垒啊，周围全都是射击口。上下2层，啊不对，还有顶部，顶部也有一层，再加上地下1层，这个堡垒修。那边那个堡垒应该是比这个大，占地面积看起来。还有，如果你是自驾的话，博克图呢正好处于海拉尔和哈尔滨这个线之间。你要是路过这里，也想在这里探索，一定要记住提前订酒店。你像我昨天晚上到的时候，你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真的一点不跟你们夸张，我这个油已经见底了。幸好啊，从这个高速下之后到博克图小镇，它一路是下坡，要不然我就折着了。真的，那路上连车都看不着，太幸运了，真的兄弟们，一路下坡。现在咱们先逛逛这个镇，找一个能住的地方。哎，我们现在拐进来了啊，这位置看着还可以，比较繁华。我们先去，先6点半不急，我们先把东西放到酒店，然后再去吃个饭。咱们先进去看看有没有房间。坏消息是满房，这小地方不大点啊，压根就没有地方。那这个小镇太小了，宾馆也少，风太大了，兄弟们。这小镇，末日小镇，有点冷，哇！这赶的啊，真的，我把所有的宾馆全走遍了，全满员。然后现在风大，已经开始下小雨了，有点，这太有感觉了，流浪的感觉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家这小旅馆，哪屋？我以为要住车里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小旅店，来给你们看看啊，看看这小屋咋样吧。虽然说锁不好使，但是咱一个大男生也没无所谓，锁不好使就不好使了。看这小窗户，我操，有没有年代感，兄弟们？哎呦，这晚上真的翻进来人都轻轻松松啊！2张床，咱一个人住。然后咱们现在吃个饭，把车开过来，贵重物品咱们锁车里就行了。你好，我自己。一位，就一位先住干嘛？哎，这小桌子，我操，那这真是好几年没见着了。哎呀，我自己写哈。对，你自己写，看想吃啥你自己写。行啊。我看不清这是什么呀，但东西好像不贵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有意思，这是大辽，这哪大辽啊？冰塔是大辽旗下的，我没听过。看这串大不大？我操的！虽然说是3块钱，我这大串儿。多少？哎呦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我操，兄弟们，就这小屋太带劲了，这一点隔音都没有啊！隔壁大爷放屁我能听着，一点不给你们夸张，真的。刚才就是，咱们今天早点睡。我这不9点就睡觉，明早几点起？我好像从来没这么早睡过觉了。这里啊是当时的百年段长办公室，现在带我们进去看一看吧。已经变成了一个私人的博物馆，就是这个博物馆宝藏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先带你这一入门，左边右边2个房间，我先带你们看一下。我们进门的右手边这个房间呢是经理办公室。令我最惊喜的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桌子、椅子还有床都是100年前留下来的，就是在这个办公室原封不动的，说白了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然后面前这张地图吧，那是当时俄国人来修中东大铁路时候画的一个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非常明显，到了咱们国内之后，它成一个丁字形，从满洲里到哈尔滨，从哈尔滨到海参崴，然后南线是从哈尔滨到大连，一条丁字形的铁路把整个东北串联在了一起。我 damn！ 然后在这里呢留着一个打印机啊，
我去，真的兄弟们，我第一次能见着啊！这里全部都是当时关东军留下来的。你们知道令我最惊喜的是哪儿吗？就是这里，看这3个杯子，来带你们认一下，有没有知道的兄弟？那这3个标能认出来的？来，咱们第一个不用说呀，第一个就是现代铁路的标志啊。第二个呢，可能有兄弟已经知道了，第二个是中东大铁路，也就是沙俄时期的标志。第3个呢？第3个更显而易见的，肯定很多人都知道，这是老帅和少帅他们2个统治时期。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啊，它这能看到所有暖气现在还是热的，说明已经供暖了这边。但这个暖气呢，都是沙俄时期，一直沿用到现在，非常的厚实。这个电话是大正13年，然后我查了一下，大正13年应该是1924年。你们可能不太相信啊，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个私人的博物馆里面，它竟然藏着一个比博物馆还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身后这辆列车。身后这辆列车是当时日本侵华开到中国来的。这个车在咱们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被缴获，还曾经奔赴过朝鲜战场，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。这个是整个车的主体结构。哎，你看拉上来的话可以分上下层。过去志愿军他们坐的火车就是这样的火车，非常冷。现在才什么季节，非常的冷。火车中央的这款炉子呢，它就是沙俄时期的炉子。这个形状，你可以看到它这点上印的俄文啊，但是已经被锈的，就不锈我也看不清 ，sorry。上面这个码头灯呢，它也是从沙俄时期留下来的。博克图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也见证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。这座100年的老铁轨和被时间封印的小镇呢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。它把上一个时代完整的保留到了现在。巨大的螺旋展线、百年机车库，还有深山里的许多军事要塞堡垒，这些都是时光的见证者，也是日俄2国侵华的罪证。但是关于真正的金条和宝藏呢，它们依旧躺在大兴岭的深山某处。就像很多资料和文献说的那样，你永远不知道日本关东军在大兴岭留下来了多少宝贝和秘密。好了，我们本期的探索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下期探索节目再见。